巴西总统哭着说，让全国人能吃饱饭喝咖啡是他的毕生愿望。说真的，号称世界粮仓，农业出口稳居前3，粮食年产量更是近2.7亿吨，平均下来每个人至少能分到1200公斤的粮食，比我国还要多3倍。结果你跟我说他吃不饱饭，更离谱的是，这居然还是真的。将近有59%的巴西人每天都在挨饿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巴西位于南美洲，与乌拉圭、阿根廷、巴拉圭、玻利维亚、秘鲁、哥伦比亚、委内瑞拉、圭亚那、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851.49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.03亿人。巴西可以称得上是一具农业的天选之子，条件真的好的没话说。位于亚马逊平原，耕地多就算了，又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在热带，降水和温度那是更是不用担心，当地农民甚至不需要过多的照顾都能有个好收成。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，就单2022年这一年，巴西的粮食总产量就有2.634亿吨，其中大豆出口世界第3，蔗糖、咖啡产量更是稳居世界第一。巴西还荣获一外号叫世界粮仓，这么多的粮食如果平均分给2亿多巴西人，一人能到手1200多公斤。按理说吃饱穿暖就是小意思，不仅自己能够吃，还能出口赚点小钱才对。然而他们的总统却因为太多人吃不上饭直接急哭了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巴西一个农业大国，一边大量出口农产品，另一边呢又在大量的进口粮食，不进口那不行啊，再不搞的话自家的百姓就要饿死了。听着滑稽又魔幻，不是你巴西不是号称世界粮仓吗？怎么连自家人都养不活？因为巴西的粮食呢种出来不是给巴西人吃的，而巴西人呢也没有资格吃这些粮食。巴西的耕地面积虽然很大，但因为土地私有化，只有少部分才掌握在百姓手中，大部分呢就进了少数人手里，而种出来的粮食也被4大农业巨头 A、B、C、D 给抢走了。粮食种多种少呢，钱也都进了他们的口袋。最关键的是，巴西那些农场主们为了赚钱，种的也都是大豆、甘蔗等非主食的经济作物。种这些东西呢，就是拿来卖的，而不是吃的。为了能解决粮食问题，巴西政府就只能高价从国外进口粮食。可问题是，巴西人辛辛苦苦1年多，钱全到了别人手里，自己没剩多少，根本就买不起高价的进口粮。本来就买不起，世界粮价呢还在不断的提高，原因有好几方面。一是因为巴西这个世界粮仓遭遇了100年难得一遇的干旱，而且还都位于粮食生产区，这也导致粮食产量的减少。此外，因为俄乌冲突，这2个粮食出口大国在干架，也导致粮价上涨，这边赚不到钱，那边粮价呢有一个劲儿的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巴西人要是能吃饱饭，简直比奇迹还奇迹。而导致这一切发生呢，让巴西人吃不饱饭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。这是为啥呢？一个年粮食产量超2亿吨的国家，不仅得去反向进口粮食，更有大半国民连饭都吃不上。就是这么离谱，说是粮仓，实则饥荒。那么巴西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？在上个世纪，为了能发展经济，巴西欠了一屁股债。但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，欠债都要发展的工业水平和东方西方比起来呢，压根就没啥优势，钱也没赚到多少。为了还债，巴西只能把能源、粮食等重要产业全部出售给外国公司，尤其是美国。美国靠着垄断产业是富得流油，而巴西人呢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。等到2003年鲁拉上台，这人是有点实力的，他在任的8年，直接带领着巴西经济飞速发展，而且还解决了巴西人吃不饱饭的窘境。而他的方法呢很简单，就是国家收购粮食，然后免费发放给穷苦百姓。这方法一开始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温饱，但问题是，既然国家会免费给饭吃，那干嘛还要出去工作呀？在家等着吃饭不就行了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这么想，巴西的经济也难免不受影响。其次就是又碰上新冠、干旱、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的问题，巴西的经济是越来越差，政府呢也越来越穷，到最后没钱买粮食了。已经享受过不劳而获快乐的巴西人呢，就只能再次饿肚子。现在曾经带领巴西辉煌过的卢拉又一次的上台了，面对巴西的困境，连他都焦虑到忍不住哭出来。虽然他说了希望能让巴西人吃上饭喝上咖啡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目标究竟啥时候会实现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